想象一下，一座工厂已经连续运转了40年，没有停机，没有维修，传送带不停转动，机器日复一日的运行，慢慢的灰尘在角落堆积，齿轮开始发出摩擦声，废料堆在看不见的地方，直到某一天，关键设备毫无预兆的彻底崩溃。照照镜子，那座工厂就是现代饮食习惯下的你。你可能点开这个视频是因为想减掉几斤肉，或者厌倦了整天浑身无力的感觉，这完全正常。但我得告诉你一个大多数人不知道的事实，减肥其实是你即将发生的所有改变里最微不足道的一件。你每一次吃东西都在向细胞发送一个信号，那个信号只说一件事：生长、合成、扩张。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，早上吃早餐，10点吃零食，中午吃午饭，下午茶，晚餐，睡前再来点甜的，那个信号从未停止。你的细胞被困在一种永久施工状态里，一直在建，一直在建，却从来没有机会做另一件同样关键的事：修复。科学家把这叫做持续性生长信号，听起来很专业，但后果却简单的可怕。当你的身体一直在消化食物，一直在响应胰岛素，一直把营养输送进细胞，它就没有精力去清理烂摊子，而那个烂摊子是真实存在的，受损的蛋白质在堆积，细胞垃圾在累积，线粒体，你细胞里负责产生能量的微型发电厂开始故障，开始熄火。这不仅仅是衰老，这是生物学层面的忽视。没有人告诉过你，你所感受到的那些衰退，那种越来越容易疲惫，越来越难以集中注意力，越来越多的炎症和不适，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。它是一个生物学错误，而且是一个我们可以纠正的错误。我们不只是在谈论体型好不好看，我们谈论的是重新编程，那个此刻正在你每一个细胞里滴答走动的衰老时钟。但要按下这个开关，要真正触发身体的修复系统，你必须突破一个非常特殊的生物学障碍，而大多数人就在奇迹发生的前一刻放弃了。他们感到不适，以为自己出了问题，于是在转变的边缘退缩了。下面我要告诉你那个关键窗口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以及为什么你对饥饿的认知即将被彻底颠覆。假设你决定停止进食16小时、18小时，甚至24小时，起初你的身体不会感谢你，它会惊慌失措，你几乎立刻就能感觉到眼睛后面那种隐隐的胀痛，那种让你莫名想发火的烦躁，胃里那种不像饥饿更像紧急警报响起的抓心挠肝的感觉。你脑海里有个声音在叫，你在干什么？快吃点东西。感觉就像你的身体在对你尖叫，像是在做一件危险的事儿，但事实不是这样的。你的身体没有在崩溃，它只是困惑了。你这辈子一直靠一种燃料运行，葡萄糖，简单易得，及时的能量，这就像一辆车，从来只在2个街区外的加油站加油，方便可靠。突然有一天，供应切断了，引擎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开始突突作响，开始抗议。这就是科学家说的代谢僵化，也是为什么最初那几天感觉像地狱一样。你的身体有2个储能系统，一个是厨房里的冰箱，葡萄糖和肝脏里的糖原触手可及，饿了就开门拿；另一个是地下室的大冰柜，你的体脂里面塞满了足以维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能量，但那扇门一直是锁着的。而你的身体已经忘了钥匙放在哪里，你感受到的头痛、头脑昏沉、烦躁，那不是饥饿，那只是你的身体重新学习如何走下那段楼梯式的摩擦感。就在停止进食大约12到18小时之后，情况发生了转变，肝脏里的糖原耗尽了，冰箱空了，这时胰岛素水平，那个一直锁着地下室门的激素像石头一样骤降，你的身体找到了钥匙，门打开了，可能是数年来甚至数十年来的第一次。它开始从脂肪储备中提取能量，但不仅仅是燃烧脂肪，它在把脂肪转化成酮体，一种大脑可以高效使用的清洁燃料，而且是大脑真正喜欢的燃料。当酮体开始流动的那一刻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迷雾散了，饥饿感平息了，能量不只是恢复了，是在激增。这不是什么生物黑客技术，这是进化的设计。几十万年来，人类并不是一日三餐，他们经常几天没有食物。当这种情况发生时，他们并没有蜷缩着等死，而是变得更敏锐、更快速、更专注，进入收敛模式。你的身体本来就是为此设计的，只是因为太久没被要求这样做，他忘记了怎么切换。一旦那个备用系统重新启动，另一件事也随之发生了。你的身体意识到有了空闲时间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叫癌清洁队。这就是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的时刻，因为他们太早放弃了。就在身体即将解锁那个2016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机制之前，它叫做细胞自噬。这听起来像科幻，但请听我说完。细胞自噬字面意思是自我吞噬，但这是你的身体运行过的最优雅的循环回收程序。当你断食足够长的时间，你的细胞开始扫描自身，寻找那些破损的、过时的、不再正常工作的部件，那些卡住机器的错误折叠蛋白质，那些产生有毒废物的老旧线粒体，那些已经堆积了数月乃至数年的细胞碎片，然后像一支训练有素的拆除队，把这些通通拆解，化为原材料，重新建造出新鲜的、真正有用的东西。想象一支夜班清洁队进入一栋繁忙的办公楼，当走廊里挤满了开会打电话的人，他们没法工作，没法修灯，没法倒垃圾，没法擦地板，他们需要大楼空无一人。这就是断食的作用。每次你吃东西，细胞都在忙着处理营养，响应胰岛素，储存能量，清洁队进不来，细胞自噬只在大楼空着的时候才会运转。这也是为什么断食远比一种饮食潮流深刻得多，这是毒物兴奋效应。
和举重的原理一模一样。举重时你在撕裂肌肉纤维，听起来很糟，但正是那些微小的撕裂迫使肌肉重建得更强壮。断食带来的那点轻微压力在告诉你的细胞，坚强一点，变得高效一点，我们需要生存。你的身体的回应是变得更有韧性，更有活力。研究人员发现的结果令人震惊，长期实行间歇性断食的人不只是拥有更干净的细胞，而是拥有生物学上更年轻的细胞。当科学家观察细胞年龄的标志物，比如端粒长度和线粒体功能，断食者的各项指标看起来比那些整天不停吃的人年轻好几岁，有时甚至是几十年。这不是表面功夫，不是照片里好不好看的问题，这是你身体里的机器运行得更干净、更顺畅、更持久。你不只是在减肥，你是在按下衰老本身的重置键。这里有必要说清楚一个恐惧，也是阻止最多人尝试断食的那个误解，你一定听说过，甚至自己也说过。如果不吃东西，身体会分解肌肉，我会变得消瘦。不对，完全不对。这种恐惧建立在对身体运作方式的根本性误解之上。用逻辑想1秒钟。假设你是一个原始人，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，没有超市，没有外卖，想活下去就必须去狩猎、追踪、捕杀猎物。那么进化，这个经过数百万年优化人类生存的机制，会在那个时刻让你变弱吗？会在你最需要体力的时候去分解你的肌肉吗？那不是进化，那是自杀。断食真正做的事情恰恰相反，它让你体内充满生长激素和肾上腺素，让你更敏锐、更快速、更强壮。科学数据支持这一点。断食期间，生长激素水平可以剧烈飙升，幅度达到 300%、500%甚至更高。你的身体不是在消耗肌肉，它在保护肌肉，因为它知道可能需要肌肉来生存。脂肪是仓库，是可消耗的燃料，肌肉是基础设施，除非绝对必要，身体不会拆基础设施。断食16小时。20小时甚至24小时，你离那个临界点还差得远。接下来说说大脑里发生的事儿，这可能是断食最被低估的好处。有一种蛋白质叫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，科学家称之为大脑的神奇肥料，而断食会让你的系统充满它。它不只保护现有的神经元，还刺激新神经元的生长，加强神经元之间的连接，让你的大脑更具可塑性，更有学习和适应能力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反映断食时会有一种异常清醒的感觉，思维特别锐利，那不是错觉，那是神经化学在起作用。你知道吃完一顿大餐后那种只想瘫着不动的感觉吗？那种脑雾，那种迟钝，那是因为你的身体把资源都调去消化了。但当你断食，肠道安静下来，你的大脑得到了所有资源的优先供给，血流、氧气，同体，你变得更专注、更清醒、更活在当下。这不是兴奋剂带来的假亢奋，这是大脑用上好燃料之后的真实状态。还有炎症。慢性低度炎症是几乎所有现代疾病背后的无声推手，心脏病、糖尿病、阿尔茨海默症、自身免疫疾病，很多都从肠道的炎症开始。当你持续不断的进食，消化系统从未得到休息，一直在处理，一直在反应，一直处于轻微的炎症状态。当你断食，给它时间休息和修复，全身的炎症水平会明显下降。很多人反映关节痛减轻了，皮肤变好了，脸上那种让人显老的浮肿就这样消失了。但我必须对你说一件事，断食不是魔法，不是可以抵消一切糟糕饮食习惯的免死金牌。如果你断食20小时，然后用披萨、汽水、冰淇淋来打破禁食，你在抵消之前所有的努力。断食是一个工具，是我们拥有的最强大的健康工具之一，但它只在你尊重这个过程时才有效。它会放大好习惯，但不会擦出坏习惯。现在把视角拉长，不要只看接下来30天，看接下来30年。你需要理解2个词：寿命和健康寿命。寿命是你活了多久，健康寿命是你真正健康的活了多久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这2者之间有一个残酷的缺口。普通人生命中最后15年是在管理衰退中度过的。吃降血压药、打胰岛素、吃降胆固醇药、消炎药、止痛药，不是在生活，只是还没死，坐在医生办公室里，在药房里步履蹒跚，看着自己的独立性一点一点被各种处方夺走。那不是老去，那是慢动作地崩塌。长期断食能做的是压缩那段衰退的窗口，把那15年压缩到也许2年、3年。你不只是在延长生命的长度，更是在拓展生命的宽度。75岁还能爬山，而不是75岁爬个楼梯都费力。85岁头脑依然清醒，依然行动自如，依然参与这个世界，而不是坐在椅子上想不起过去10年去哪儿了。关于热量限制与断食的研究一再向我们展示同样的模式，少吃的动物活得更长，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活得更好，关节不坏，大脑不退化，不在虚弱中度过大半辈子。在人类研究中，我们也开始看到同样的规律，长期间歇性断食的人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更低，胰岛素敏感性更好，癌症风险下降，认知功能保持到更老的年纪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被食物淹没的世界里，到处都是食物，便宜方便，还被精心设计成让人上瘾的。我们被告知要吃早餐来启动代谢，要加餐来维持能量，一天6顿小餐，永远不要让自己饿着。结果是肥胖率飙升，糖尿病蔓延。40多岁的人看起来感觉像60岁。在这个时代，真正的能力不是消费，而是自律，是看着丰盛的食物说先等一等的能力，是能够忍受几个小时的不适，并且清楚的知道在那不适的另一端是清晰，是健康，是更长久的生命力。断食不是饿死自己，
而是饿死那些正在悄悄杀死你的东西。炎症、胰岛素抵抗，那些从你20岁起就开始默默堆积的细胞垃圾，你不是在亏待你的身体，你是在给它一直需要的东西，时间修复的时间，重建的时间，重新找回它本来能力的时间。